大家好，这里是说真话的 Tiger。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早已经成为了整个现代科技领域发展的核心。而芯片除了要能设计出来，更重要的是能生产出来，完成芯片的最终落地。作为生产芯片的必要设备，光刻机成为了现代工业之母，而全球能生产光刻机的厂家也是屈指可数的。其中，荷兰阿斯麦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先进光刻机市场。作为全球顶级的光刻机生产厂家，阿斯麦公司手中掌握着先进的光刻机生产技术，而阿斯麦光刻机被各大芯片厂家所争抢。最重要原因是光刻机设备每年产量有限，而且造价非常高，每年预估35台。受诸多因素影响，2020年光刻机仅有31台。不少半导体晶圆厂商总裁或总经理不远万里去荷兰阿斯麦总部洽谈购买先进光刻机设备。当前阿斯麦对高端 NA-EUV 光刻机预估可能会在2024年或2025年开始量产交付。目前 EUV 光刻机制造芯片工艺达到7纳米到3纳米之间，如果想制造1纳米或2纳米级别工艺的芯片，则需要 NA 达到0.55的光刻机。由此可见，多一台高端光刻机对芯片晶圆厂商有重大意义，不仅能量产高端芯片，而且能大量量产芯片。台积电的芯片技术是世界第一的，同时配合阿斯麦的 EUV 光刻机，可以实现高端芯片的量产。台积电是阿斯麦最大的客户，也是阿斯麦的大股东之一，所以双方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阿斯麦总是将先进的光刻机等设备优先供货给台积电，不过这样的局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英特尔磨刀霍霍向台积电。据悉，今年1月，阿斯麦最新一代的 NA 0.55光刻机已经出货，首台被英特尔抢走。同时，新增的 NA 0.55光刻机订单也是来自英特尔，而不是台积电。说到英特尔，英特尔凭借酷睿系列的 CPU 芯片，曾一度占据芯片的最高峰。随着科技技术发展和自身战略发展方向，导致英特尔芯片制造和量产能力渐渐被弱化，重点转向芯片设计方向，代工生产大部分转交给晶圆代工厂生产，半导体晶圆厂工艺制成核心技术被台积电所取代。目前，在全世界100多家晶圆厂中，台积电占据最高，占比高达50%以上的市场份额。不过，作为昔日芯片界的霸主，英特尔的实力依然很强。如今，英特尔宣布将重回晶圆代工领域，预计投资1000亿美元。同时，美还要求更多芯片实现在本土生产制造。这也就意味英特尔的代工产能和工艺成型后，台积电必然会失去部分美订单。对台积电来说，未来风险很大。就在前不久，英特尔新上任的 CEO 哈特基尔辛格提出 IDM 2.0 战略，发展先进制程并重返晶圆代工市场，提出 Intel 7、Intel 4、Intel 3及 Intel 20A、Intel 18A 等5代先进制程，几乎1年1世代。2025年，英特尔就开始生产 Intel 18A 制程，正式对决台积电规划的2纳米先进制程。哈特基尔辛格日前在摩根士丹利投资者大会演讲时，回应相关问题时称，对英特尔 IDM 2.0 战略计划非常有信心，且目前英特尔先进制程进展皆超过预期，可能会提前半年完成。也就是说，阿斯麦下一代高端 NA-EUV 光刻机将会代工量产。从当前利好英特尔的情况来看，未来超越台积电也是非常有可能。台积电芯片霸主地位真会被英特尔取代吗？也未必。随着台积电3D Wafer on Wafer 封装技术辅助，高端光刻机并不是唯一限制因素。先进的封装技术可以弥补芯片制程上的不足，不需要通过缩小制程就能够提升芯片的性能。台积电正式官宣，没有光刻机也能造高端芯片。3月5日，台积电利用芯片堆叠技术和英国 AI 芯片巨头 Graphcore 联合合作，还发布了全球首款7纳米3D 晶圆级封装处理器高 IPU。这枚全球首款封装芯片在性能上比正常7纳米芯片提升40%以上，能耗比和电源效率也提升了差不多有16%。而这款高 IPU 并非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而是采用和上一代 IPU 相同的台积电7纳米制程工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提升，主要是因为采用了矽晶圆堆叠技术，从而实现了性能和能耗比的全面提升。这也证明芯片的叠加并不等于热水的相加，并不会出现什么50度的热水加上50度的热水，最终依然还是50度的热水这样的情况。反而通过芯片堆叠技术，还能够有1+1大于2的效果。例如，苹果在刚刚过去的春季发布会上亮相的 M1 Ultra 芯片，就是直接将2颗 M1 Max 芯片封装在一起，从而变成了性能更强大的芯片。这对如今在先进制程已经没有多大发展空间的芯片，无疑是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一条全新的阳关大道。台积电的成功，意味着目前在半导体领域已经成功打破摩尔定律。那么，如今通过芯片堆叠打破摩尔定律，对台积电而言又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呢？打破摩尔定律，
台积电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摆脱天价 EUV 先进高端光刻机的依赖，只要使用比较便宜的 DUV 光刻机就能解决，这无疑能给台积电省下一笔不菲的经济支出。当然，对阿斯麦可能不是好消息，但对于台积电而言，带来的正面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摩尔定律的打破也可以大大减轻台积电对美国的依赖。毕竟，台积电80%的订单都是来自美企，占比实在太高，而没有在实现更多芯片在本土生产制造。这意味着英特尔等的产能和工艺提升后，必然会有订单从台积电流向英特尔，影响不可小觑。台积电未来将不仅受到各大晶圆厂的竞争，也面临英特尔的战略布局影响，未来能否保持芯片霸主地位，不得而知。但另一方面，台积电已经验证了芯片堆叠技术的可行性，证明了 EUV 光刻机不再是生产高端、高性能芯片的唯一道路。那么，未来台积电能打破摩尔定律的极限，实现半导体领域全新的发展和破局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这里是说真话的 Tiger，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